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穷人总是贫穷的3个特点这个课题。我们要探讨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贫穷，分析他们的特点，并讨论为什么社会上会有富人和穷人。我们都希望变得富有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就需要具备富人的思维方式。然而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理解穷人的特点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这些特点，就需要立即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行为。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些刺耳，但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同时，请大家检查自己是否符合这些特点。接下来，我将揭示穷人总是贫穷的3个特点。这3个特点是：1. 不挑选交往的人； 2. 对金钱持有负面的印象； 3. 认为学历和资格证书能够带来财富。首先是第一个特点，不挑选交往的人。常言道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通常高学历的人之间会有共同的话题，并相处融洽。喜欢运动的人同样会和喜欢运动的人一起度过时光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他们能聊得来，会感到愉快。而和谈不来的人在一起，则会感到很无趣。坦白地说，学历不同的人对感兴趣的事物和思考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，基本上很难有共同的话题。这同样也适用于富人，他们通常只和富人进行交往，不太愿意和其他人交往。成功人士明白，思维方式和动力是会传染的。通过与比自己更成功的人接触，他们能够受到激励，因为人类会变得和自己交往的人相似。所以，成功者会被成功者所吸引。常有人说，如果想成功，就要改变环境，而最大的环境就是人际关系。穷人则是和谁都交往，不挑选交往的对象，和自己境遇相似或同样贫穷的人在一起，没有和比自己更高阶层的人交往，并从中学习，提升自己，成为富人的动力。而富人则会慎重挑选交往的人，只和能学到东西或能得到刺激的人交往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富人只和富人交往，那么穷人不就无法与富人交往了吗？该怎么办呢？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努力提升自己的阶层。只要自己的阶层提升了，就能逐步与更高阶层的人交往。通过这样做，可以听到或学到书籍上没有的内容，获得更实用的信息。当自己的阶层提升后，就能进入一个高水平的学习环境。之前一个人努力的时代就像是加法，但当自己的阶层提升后，与高水平的人交往，就能像乘法一样快速成长。此外，还需要在努力提升自己阶层的同时，给予他人一些帮助。考虑一下自己能为比自己阶层高的人做些什么。比如，如果你很幽默，能让对方笑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如果你想在对方面前学习，可以无偿帮对方工作。富人非常理性且珍惜时间，他们分秒必争地努力成长。如果您不能提供让他们愿意花时间和您交往的好处，是很难与他们交往的。接下来是第2个特点，对金钱持有负面的印象。大家对金钱有什么样的印象呢？是否觉得赚很多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？是否认为有钱人都不是好人呢？然而，正是这种对金钱的负面印象，使有些人变得贫穷。成年人仍然贫穷的一个原因是，他们在孩童时期被灌输了对金钱的负面印象。这种洗脑导致他们在经济上过着困苦的一生。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，当他们多次听到关于金钱的负面信息时，这些信息会变成负面的印象，进而限制他们的行为。例如，有些人认为赚钱必须努力工作，认为赚钱非常困难，或者认为花钱是一件坏事，必须时刻节省开支。尽管周围的人出于善意给出这些建议，却导致这些人终其一生都被金钱所困。这些被灌输的负面印象限制了他们的行为。请大家回忆一下，曾经告诉您赚钱必须拼命工作的人，他自己是否拥有很多钱呢？实际上很可能没有。
如果您身边没有很多有钱人，严格来说，您是被没有钱的人灌输了对金钱的印象。如果您继续持有那些被没有钱的人植入的印象，毫无疑问，你也会变成一个没有钱的人。持有金钱负面印象的人是无法教授正面的信念的。拼命工作的穷人无法教别人如何过上宽裕的生活。简而言之，穷人无法教别人如何才能变得富有。另一方面，富人会理性地看待金钱，清晰地理解事物。他们知道金钱是带来自由和机会的有用工具。金钱与幸福与否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但在人生这场游戏中，它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。由于他们没有心理上的限制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，赚取大量的财富。富人在思考金钱时不会掺杂着负面情绪，而是能理性的思考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立即抛弃对金钱的负面印象。在制定金钱战略时，要运用逻辑，并用积极的情绪来提升动力，从而执行赚钱的方法。接下来是第3个特点，认为学历和资格证书能够带来财富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感到意外，这里的关键点在于财富的形成。富人也认为学校的教育很重要，但他们并不认为这能直接带来财富。事实上，很多富人并不是高学历的，他们在校外获得了实用知识，并通过这些知识创造了财富。学校教育只是教给我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知识，这是用时间换取金钱的方法，而很少能帮助我们积累财富。财富的形成需要的是实践中的知识和创造性的思维，而不是课本上的知识。学历和资格证书只是书本知识的证明。很多人可能会认为，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没什么用，尤其是对财富的形成几乎没有帮助。然而，穷人却认为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是积累财富的方法。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工作，就能赚到钱。他们相信努力和经济成功是直接相关的，但正是这种观念让他们无法变得富有。著有《富人是如何思考的》和《金钱是如何运作的》等著作的美国著名金融专家、销售培训师斯蒂夫·希伯尔德认为，自力更生积累财富的人明白，财富的形成与智力和学历关系不大，而是专注力和耐力的结果。在穷人沉迷于娱乐节目、电子游戏和网络冲浪时，富人则专心致志地努力工作，积累财富。学校教育并不能帮助我们形成财富，大多数学校课程并不涉及在社会上成功的智慧，大多数教师根本不知道如何积累财富，因此向他们学习也无法让您变得富有。富人理解学校教育的重要性，但很少有人会说学校里的知识帮助他们积累了财富。要成为富人的条件不是智力或学历，而是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并全力以赴去实现这些目标。无论遇到多大困难，都不能放弃，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这虽然听起来简单，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。最大的障碍是很多人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富人，因此不敢挑战大的目标。最后，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我详细解释了穷人总是贫穷的3个特点，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如果您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某些特点，请注意，从今天起，建议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。从今天起，认真选择交往的人，努力提升自己的层次，思考如何能够为富人做出贡献，从而与他们建立联系。此外，请抛弃对金钱的负面信念，因为这些负面印象正是束缚您的绳索，阻碍您成为富人的道路。最后，请放弃认为学历和资格证书能够带来财富的错误观念。学校教育和社会学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考试成绩好和在社会上成功积累财富是2回事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如果能改变您明天的行动，那么这个视频就达到了它的目的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
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